如果我说上期对 Z 人气主题的分析，以及我们总结的梦主生成心理规律都是错的，会原谅我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 Z 最新一集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通常来说，一集单元回的内容量是并不足以让我出一期视频的，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做。一方面是想为上周提出的几个话题做延伸，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本次下半集的发挥确实太过出彩了。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了解本集故事的台前幕后，这里我想先分享一下官网对主厨与徒弟间的关系描述。面对不认可自己的主厨，岩见和佐藤心中暗自恼怒，但岩见前辈和后辈佐藤之间也并非共同敌视主厨的盟友关系，而是那种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经过演员部门与上库内监督的商讨，最终确立主厨与徒弟们的关系定位是：一、他们绝非和睦相处的朋友；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厨艺充满自信与骄傲；三、各自都对皇家诚信的传统抱有自豪感。另外，为了凸显个性，他们挑选了一位从眼神中便能感受到斗志的演员出演年轻帅气的后辈佐藤，而这个角色在背景设定中原本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这才在演员的发型里加入了金色条纹的元素。然后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在看剧过程中的思考哈。看到主厨选择以动手术婉拒料理阶段的情节后，我实在有想过他这么做是不是在考验他的两个徒弟，给他的徒弟一个放手一搏的机会是吧？对，如果是这样解读啊，我既想让我的徒弟在重大的晚宴上大放异彩，又有点担心我真的交棒给你了，你能不能做好？对，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吧，会有这种心理的。不过结合他在前半集的表现以及实际情况来看，主厨应该是不会让做不出皇家酱汁风味的徒弟们替自己上的，对，而且也并不确定他在昏迷前是否知晓两个徒弟已痊愈，所以我前面的猜测纯属无稽之谈了。我认为最后的真相是应该以墨的台词为准的。墨在拿到菜谱的时候，也能看出主厨是一个严格且高标准的人，他的担心和他的严厉结合起来，才呈现出了这种噩梦。而墨作为守护者，他守护的好梦则是健康的主厨亲自接待，现实则是因为墨在梦中的努力，这个接待会的成功保住了餐厅的口碑，副主厨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这个前提下，以后主厨会放心的交棒。对，不过我觉得剧里面比较讨巧的地方是，直接让主厨昏迷到接待成功以后了，就他也没法管徒弟们接不接待了嘛，这才得以让故事能顺利进行下去。本身它让你能去遐想假面骑士之外的这些 NPC 的故事，我觉得对你对啊，就我觉得一部片只能拍成这样，真的很厉害。关于这条故事线，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主厨与徒弟打破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完成了传承的那个镜头了。这一集用的技法也不是说多高级，但就是能让人看进去嘛，就很走心。对，这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只有好的监督才能把剧本拍得特别有情感张力。本身这次这部剧也比较吃导演的发挥，如果不在场景的调度上精雕细琢的话，确实很容易把它拍无聊。对啊，所以我就怕某些，算了不说了。什么意思啊？我也不踩一捧一了，希望后续2集同样能拍得这么出彩，好吧？可以。这一趴的最后，我想再延续下之前的话题。上期我们不是分析过梦主生成心理的推理规律吗？可实际看完最新一集过后，我心里也没底了，还是没有完全准确说中。是我这里先念一下官网对主厨生成心理给出的解释吧。这个死于三王主厨的噩梦源于若自己倒下，皇家曾经的100年传承将就此断绝的深切恐惧。他非常害怕这一点，梦魇就一定要让这一点变成现实。就是说，深层心理不一定是自己想要什么，也可能是不想要什么。是真预言嘛？对啊，我们之前是从梦主想要什么去推导的，即便结果也好像也大差不差。不过我在录制结束后又琢磨了一番，大家会习惯从想要什么这个方向去思考，更多是被我们早前在复制天铁眼那场噩梦中得出的经验给带偏了。在当时看来，梦魇只是恶意截取了梦主的负面情绪，并让其化为现实。可我们换个思路，铁也是在害怕处理暗箱事件并非警察的使命，他的噩梦实现条件才演变为了警察的毁灭，是不是也说得通呢？因此我个人认为，怕什么来什么，或许才是梦魇实现噩梦的底层逻辑。我们不妨把这个规律套用到过往的案件中。如果说墨在第一集的噩梦源于现实中的自己无法像在梦里那般随心所欲的恐惧，梦魇则得让墨意识到他在梦里这样不能随心所欲，噩梦便会成真。而新娘的噩梦源于恐高的自己要搭乘飞机的恐惧，梦魇则直接让飞机坠毁来实现其噩梦。至于社长的噩梦则源于害怕失去重要之人的恐惧。因此每一扇心灵之门开启的条件都是让他们遭到性命威胁，且其终极噩梦的实现条件则是让他的重要之人死亡。
当然，怕什么来什么，只是基于前几起案件所得出的一般规律，指不准后面会不会出现变式。且不可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噩梦也是梦主的负面情绪或者说黑暗面的体现。即是说，会构成如此梦境的原因，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不过现阶段各位谨记，要学会排除干扰项，以及最关键的，不要忽视前半集临近尾声的情节暗示，大抵便能预先推导出真相了。那在进入下一趴以前，容我再打个岔。招品屋的研讨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射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招品屋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好吧？另本周日晚7点半会公开直播一场，若我平时不看直播的观众对此感兴趣的话，请千万不要错过。徒弟们的决议固然如皇家曾经的传统风味般美味，可若没有铁野的执着这道前菜开胃，想来这个下半集也不至于让我们难掩赞美之词。而换一个角度，节目组也通过师徒传承的故事进一步勾勒出了富士见铁野的角色魅力。实际上，在以往的看剧过程中，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即便暗箱事件真的存在，铁野现阶段也无法证明这是梦魇作祟，所以他才说没有证据才是最好的证据吧。但碍于他的警察身份，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就拿我的工作经验来说，你可以相信委托人给你一个故事，你也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你真正走流程的时候，不是讲感情的，是跟人讲证据的。所以我觉得公安部长在这集给出的回应就足够精辟了，想要上头修改任命，就拿出铁证来，一句话便怼了铁野哑口无言，而这也让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违规操作。作为观众，我确实能理解铁野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首脑的人身安全，并且守住皇家曾经的名誉。可若站在剧中人视角，我只会当这个税金小偷是在给周遭的人添堵而已。明明铁野一直在全力追查真相，可最后却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可笑。这种处境也确实挺令人唏嘘的。做这件事情没好处的对他来说，但基于自己的职责，他还在努力为这件事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护。就哪怕不被众人所理解，甚至会因此背负上骂名，他也不想有人被暗箱事件所伤的那份心情，这集是有好好传达给我的。对呀、哦对，顺便再问一下，你们觉得这集迄今为止人气最高的角色是谁？铁野人气最高吗？至少我看 X 的反馈是这样的。没问题啊。因为这种人设很讨喜。然后这一集日本观众除了在为铁野抱不平外，也有不少人在讨论他爬窗来看万末这个情节。这里我也念几条比较搞的推文吧。如果病房的楼层真的有这么高，那么爬上来的富士鉴赏一定是超人。警察会爬楼很正常吧？没问题啊。3层楼高我那里起码。对啊，3、4楼那么高，但也希望日本家长不会因此投诉节目吧。富士鉴赏，你是不是能出现在任何窗户上的妖怪啊？富士鉴赏要是能不带任何装备徒手爬到这个高度，那根本就是顶级特工了吧？都来哦。富士鉴赏，你是用空我骑士表盘获得了5代雄介的身体能力对吧？豆奶油。并非啊，其实爬楼只是富士见铁野的2000种技能之一。富士鉴赏确实想要保护他人，只是偶尔会有点冲动而已。对了，他的部下也偶尔会踢人，请多加小心。顺着这条推文，我把陈华的部分也聊完吧。早上8点看直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我直接整个人跳了起来，这样我又惊又喜啊！因为我不敢想陈华这一脚竟然踢向了安保人员，铁野都懵了。这么说吧，如果不是他踢出了那一脚，局面就彻底僵持住了嘛。是啊，虽然他明面上给自己找了个十分蹩脚的理由，但是他内心深处确实也被铁野的执着所触动，才会踢出了那一脚。对此，我再分享一下官网与这相关的小作文吧。从上婚内监督的幕后设定来看，陈华警官在学生时代似乎有过一段叛逆期，他那记华丽的高段踢，据说就是当年天天干架时练就的本领，也不知是真是假。对了，陈华警官的手机铃声居然是重金属音乐，你觉得意外吗？确实挺意外的。理设定一般这样一些性格底子吧，他急起来就会一脚踹飞你那种。反正看官网的描述，就让我感觉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不良。毕竟重金属音乐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是刻板印象中的不良的标志性符号了。我反而比较好奇的是，后续会不会以此来设计陈华的专属回，让他也做个与之相关的噩梦之类的。可以都写小作文了，可以可能就不会去回收这个了吧？不好说，万一呢？对啊。看这集以前，我还有一点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诺克斯的真实身份竟然这么快就曝光了。上星期他不小心漏的东西啊，好像是在测试市场反应一样。对，确实不好说，因为之前是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公开。不过就算不亮明身份，让他先变身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了。确实。另外看完这集以后，我又多了个疑问，
就是诺克斯所处的这个空间究竟在哪里？哎，你别说，那个窗边真的跟莫的秘密房间差不多。哦，对啊，形制很像。说不定是上下层的。上下层啊。我会纠结这点，主要是因为林梦的右身应该也在这个房间里头。对，以防有观众没看上期视频，我还是先温习一下其中一个细节，即诺克斯每次出现在这个房间，都跟以往剧集的某些镜头一样，身上被打满了红光。我们现阶段的确不好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处在这个维度里头，因此我们不妨等后面情报多点再展开讨论也不迟。我现在更奇怪这本书是什么来头。太平风土记，他这本书会不会就是零的，只是被他拿走了？这个很有可能啊。对，我也不厌其烦的再分享下招品屋以往的推论，即 Zero 背后的人只是在莫的梦境里扮演 Zero， 但在诺克斯那边应该就是别的身份了。可能在诺克斯的梦境里面是警察局局长，也是可以的。而且我可以大胆推论一下，诺克斯的东西会坏成那样是 Zero 干的。有这个可能。再聊个这集播出后才方便展开的话题吧。目前已确定诺克斯，也就是小鹰贤正是铁的怪兽客前部下。那我好奇的是，迄今为止的发展，即莫成为假面骑士，紧接着让铁野赶上噩梦，会不会都是诺克斯做的局？毕竟对诺克斯来说，铁野是他的前上司，且基于他在第7集开头对莫说的那句“你迟早会记起你的噩梦的”，他似乎也知道莫为何能成为假面骑士。你的意思是他刻意让铁野与莫产生交集？对，就是说他为了方便自己后续的行动，既要找个人成为假面骑士，又要给这个假面骑士找一个帮手，也有可能。当然，抛开功利的角度，我认为诺克斯让铁野做噩梦，某种意义上也是想给这个执拗的上司一点希望吧，就更为明确的转达他暗箱事件真实存在，你的坚持与努力没有白费。即便铁野最终貌似忘记了那场噩梦，但结果而言，他也因此结识了莫，进而更为接近暗箱事件了嘛。不过话又说回来，现阶段也是诺克斯一直在散播噩梦，是，再加上信息缺失，如今也确实不好判断他做这种事情的真实目的，以及会造成什么性质的影响，所以这点先记一下，往后再看咯。关于诺克斯的部分，各位还有什么想聊的吗？我在知道目前的情报之后，感觉第1集铁野回头那一下别有味道啊，因为他一直在找自己的部下。感应到贤正在附近了是吧？对，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个人经常熬夜，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可能对这些有点感应。对，不过也只有等公开了他俩的关系之后，我们才可以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角度去解读嘛。是啊，当然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解读也挺有趣的。这种解读就更有浪漫色彩一点了。温故而知新嘛。那这一趴的尾声，我再延续一下上期有关讨论度的话题吧。纵使我们每周能聊的点还挺多的，尤其是这集还把诺克斯与铁野的关系公开了，可实际上我关注的每个社区与之相关的讨论，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且在聊本集结尾爆点的网友更是少之又少。以这集播出后的 X 趋势举例，与假面骑士戒指相关的词条数，直到调出榜单为止，只有2万不到。虽然我不可否认，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好事者 GY 风波以及好事者播出期间日本那边出的另一起大事件的影响，但结合过往每集相关的词条数来看，2万不到也着实有点低了。不过在上期抛出了这个话题后，我又对此有了些新的看法。所谓特色片，你如果不多几个人穿上皮套打架的话，讨论度可能就是会低迷一点的。换言之，我认为这次目前讨论度并不理想，与节目迄今为止只有1位假面骑士登场也脱不开关系，而这点使得就涉及到万代那边的商法变更问题了。据我所知，历经了 SEBA、Levi's 这2年后，万代方发现腰带出太多的话，会导致角色人气过于分散，于是从地址起，他们便有意减少了腰带的种类数，这也直接导致假面骑士的数量跟着少了。当然，地址系的商法会更为特殊，拿嘎切斗和嘎布来举例会更为妥当。而到了这次第1季度，假面骑士的数量甚至锐减到了1，可能万代东映那边也是想以此来做对比实验吧。要是这次的路线能跑通，估计近几年内都会回归过往那种假面骑士在前期单兵作战的模式了。再者，我认为讨论度低迷这个说法本身就并不严谨，因为各位还要考虑到会在各个相关社区抠制的网友属于什么年龄层，而节目的主要受众又是哪个年龄层。我是有种感觉，3条题的剧情比 K 层的年龄要大太多了。这个我觉得也是种认知偏差吧，毕竟每个年龄层的观众能从节目中享受到的点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观众可能就会更侧重于故事，而小孩的话更在乎的是皮套人打架吧。有没有可能小孩不喜欢这样的打斗？不会吧？你要找几个小孩问一下。
对啊，我这样讲吧 ，GAP 那些事情大家也知道，就是讨论环境有点奇怪的嘛。对，对，我也有就这个事情问了一下家里的3个小朋友嘛，然后哥哥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不是大人，所以我们没法理解大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会觉得他能理解小孩子，你们现在又不是小孩子。你还别说，这位小孩哥说的话还挺有哲理性的。是啊，不过我在跟你们讨论以前，真找了几位带着自己孩子收看节目的妈妈粉，了解了下4位小朋友对这子的感受，而妈妈们给我的反馈是，小孩子对于文戏、节目价值观什么的，并不会想太多，他们就比较期待主角下集会变什么形态，掏出什么武器。即是说，大多数小孩子更关注的还是提到帅不帅、变身姿势帅不帅、打得帅不帅了。对啊，就包括买玩具这一块，我认为小孩子为节目消费的契机，基本上只会是这个角色好帅，我要买他的玩具。对啊，说白了，你们觉得小孩子买玩具以前，还会先去网上看一圈玩具测评吗？不会，概率很低，重点还是英雄的同款。那不就是咯？而我想借此表达的观点和嘉宾提及那位小孩哥的想法是比较接近的，即话题讨论度的高低只是一个用来衡量节目热度的参考值，我们并不能基于这点以及自身的认知以偏概全。对，但话又说回来，抓住会在网上抠制的用户的眼球，我想也同样是节目组不得不面临的课题。对，就像上期部分观众对这子现阶段发展给出的评价，基本能总结为无聊一般。即便无聊指的只是没有东西聊，并不能说明节目不好。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聊或许便是原罪了吧。我倒是感觉这么稳定真的挺好的。还没到时候而已啦。等爆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高桥老师还是高桥老师。不知道，总之先祈愿吧。我相信高桥老师。那么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这子最新一集的全部解读。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这或许才是我产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视频的意义所在。做好梦，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各位。拜拜